在台湾，过年的时候要吃年夜饭，元宵节的时候吃元宵，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，清明节的时候吃润饼，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。那芬兰人在庆祝节日的时候都是吃什么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芬兰节日吃什么的系列。大家应该有看到我头上的这顶帽子。在芬兰，五一劳动节叫做 Vappu。我之前一直都以为这顶是 Vappu hat， 所以就跟老公借来用。不过他说这一顶并不是 Vappu hat， 而是每个人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会得到的一顶帽子。样式有非常多种，据说有紫色的，也有这种白色但是附一条尾巴的。每到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呢，人们就会把这顶拿出来使用。所以无论什么年纪的人，只要你高中有毕业，都会有这顶帽子。就这么刚好，我老公的姓氏也跟 Vappu 有一点关系。那因为毕竟呢，我是来介绍芬兰节日吃什么，所以芬兰节日做什么呢，我就不在这里多做解释了。如果各位有兴趣想要知道的话呢，可以留言给我，我再考虑看看要不要来做一个芬兰节日做什么的系列。上次呢，我介绍到了复活节的时候，芬兰人都会吃曼米，还记得吗？就是有点像是湿湿的黑麦面包那种口感的东西，可以去看一下这里。过了没几周呢，现在已经到了劳动节的周末，所以芬兰人在劳动节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必吃的甜点。那我今天就在这里慢慢的跟大家介绍咯。跟复活节一样，每次呢，只要快到了劳动节，超市里面就会出现一些跟劳动节有关的食物。那这次我要介绍的呢是 Sima、Tippaleipä、Munkki， 还有 Nagit ja perunasalatti。首先当然要先吃正餐，正餐就是 Nagit ja perunasalatti， 也就是香肠还有马铃薯沙拉。那这一次老公的选择呢，是有点像台湾好事多里面卖的那种德国香肠，外皮是有点脆脆的，很有嚼劲。马铃薯沙拉我们这次是买现成的，因为懒得自己做。不过因为量有点少，所以我们后来还准备了一个 mozzarella cheese， 就两个一起吃。不过吃到后来超饱的。我们还配上 Sima 一起喝。Sima 呢，其实就是蜂蜜酒，但是我在这里也会叫它芬兰蜂蜜酒。为什么要冠上一个芬兰？因为其实蜂蜜酒的原料就应该要有蜂蜜，可是呢，这个 Sima 它是以糖取代了蜂蜜，而且它的酒精含量非常非常的低。现在呢，超市里面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 Sima， 不过呢，还是会有一部分的人喜欢自己在家做 Sima。再来呢，就是 Tippaleipä。Tippaleipä 就是怎么说呢？漏斗面包，可是我应该会叫它芬兰漏斗面包。为什么要叫漏斗面包？就是因为它是把面团放到一个漏斗状的东西，然后它是这样慢慢挤到油锅里面炸出来的，这个东西就叫做 Tippaleipä。那我们这次买的呢是 Fazelet 的 ，Fazelet 就是一个。大家如果有来过芬兰，应该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巧克力制造商。可以看到呢，它的纹路是比较细的。一般我们在超市里面看到的话，都是比较粗，有点像是脑袋那样子的形状。不过呢，Fazelet说，它从1960年开始，它的 recipe 都没有变过，所以真的是一项非常非常传统的点心哎。这个 Tippaleipä 呢，其实它背后是有一段小故事的。听说在1820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叫做 Catherine Wahlund， 她是一个瑞典籍的芬兰人。她在芬兰开了一间餐厅，叫做 Kaisaniemi。因为她的个性很好，所以呢，非常受到人们的欢迎。她的餐厅生意也都很好，因为很多人就会去跟她搞关嘛。不过过去的那段时间是俄罗斯统治的。突然有一天，俄罗斯就跟大家说，不准大家再庆祝五一劳动节了。可是芬兰人怎么可能会放过这种 party 的好机会呢？所以呢，他们也不甩俄罗斯的规定，照样在五一节的时候大肆狂欢。不过呢，他们的名目并不是为了要庆祝劳动节，
而是为了要庆祝 Katharina 的生日，因为她的生日也是在5月1号。那 Katharina 呢，也会在5月1号那一天呢，提供一些他们餐厅里面的食物啊、饮料啊，给这些学生们。几年之后呢，因为芬兰语族群还有瑞典语族群一直在争论到底谁的语言比较重要，所以当时他们就有一点争执吧。那后来操着芬兰语的人就不开心啦，就想说好吧，那不然盖萨涅米布伊斯斗就给你们去庆祝好了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往南到一个地方叫做盖沃布伊斯斗的这个地方。那据说现在每一年都还是会人山人海的，在劳动节这一天。会有很多的摊位，然后也会有很多的人坐在那边野餐。哦，对了 ，Katharina 的那间餐厅盖萨涅米，我看了一下资料，他说它是芬兰营业最久的一间餐厅，是在去年的时候结束营业的，也就是2019年。从1820年开到现在，真的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去那边走走看看。最后呢，我们要吃的是 Mugi， 一次吃2种甜点，没有错。不过因为糖分很多，所以我跟老公是一个人吃一半啦。Mugi 的话呢，一打开包装，你就可以闻到它的那个豆蔻的香气。其实影片上可以看到，里面一颗一颗小小的黑色的点点，那个就是豆蔻。Mugi 呢，不一定是代表甜甜圈哦，它只要是油炸过的面团，无论是什么形状的，都可以叫做 Mugi。而 Mugi 在芬兰文呢，其实是僧侣的意思。我就有问说为什么要叫 Mugi， 后来我老公也去查了一下维基啦，他就说，因为你把面团丢下去油炸的时候，它就是从浅到深嘛，那个颜色看起来就会很像是僧侣身上的那种衣服的颜色，所以他们才叫这个东西为 Mugi 这样子。这4个东西吃下来呢，其实我觉得台湾人都很能接受这些口味，因为蒂巴雷巴就有点像是麻花卷的样子。那 Mugi 的话呢，就是甜甜圈，只是它豆蔻的香气非常浓厚。所以这就是我劳动节的影片，希望各位会喜欢。那就这样啦，下次见，嘿嘿。嗨，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，而且想要看到我介绍更多芬兰的话呢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哦。就这样，拜拜。